Hello，人民文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。我觉得震撼之余吧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由心底里产生的自豪。能源转型不仅仅是在于转型，也是在于保障自己的生活，重新审视生活的机会。因为你在片场可能平时看不到这些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我不会有幸好这两个字，就算结果是不好的，所有经历都是经验。对，还是希望通过角色来认识我，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因为我的角色喜欢上我，来了解我本人的话，也希望不让大家失望。其实当时在做这个公益方面的项目的时候，有好几个提案。其实我看到这个能源转型是比较感兴趣，是因为这方面知识我还是有所了解吧，而且平时我也在关注一些能源类型，然后电力啊，或者说更加广泛一点的物理方面的东西，我会比较关注。所以说对待这一块，我自我感觉我可以去在这一个项目里面学到一些东西。我在了解到能源这一块的时候，只是浅薄的觉得能源发展有很多种类型，化石能源和自然能源。但通过这一次，我就发现其实能源转型不仅仅是在于转型，它也是在于我们保障自己的生活。担心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太够，因为是比较一个专业性会比较强啊，遇到的人啊都是一些系统的工作人员，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交流障碍？我会害怕自己跟不上他们。去了之后，确确实实有时候是跟不上的，因为学校里学的那一块知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，而且在学校里都是书面知识嘛，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出入。所以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还是更多的去跟他们走进了一些现实的那些装置的里边，去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有一点像回到大学时期的那种实习。有，大三大四的那会儿去工厂里实习，体验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知识是怎么运用的嘛。这一次的拍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自己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，就是我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书面的知识，真的是带着这些知识，我再去现场的时候会觉得很乏力。但是在王工的身上，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技能，他可以通过声音去听到这些仪器的好坏。这一点其实给我的触动非常大，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知识都全都运用在技能当中了，所以让我意识到的一点是，知识和技能是分开来的。你就是因为这些日复一日的工作，这些熟练程度，才能让你的知识转变成你的技能。说实话，我最大的期待是能真实的看到那些海上升压站啊、大的风机啊，因为平时第一个只能在视频里面看到，第二个其实没有体验过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面前的那种感觉。当我第一次踏上那个升压站，或者说看到那么大风机的时候，真的感觉自己不是在一个现实生活中，而是在一个科幻电影里边。震撼之余吧，另外一种是自豪吧，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基建项目，它能够做得这么庞大、这么完善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真的是由心底里产生的自豪。第二个也是我作为我这个专业，虽然说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在这方面发展的这么好，我作为一个所谓的电器人吧，也是感觉自己的专业非常非常的有前途和非常非常的有价值。有点遗憾，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短，没有太长时间的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，在海上升压站也就待了2-3天，渔光互捕，然后在生态岛也就待了那么1天2天。我会想的是，如果后面还有机会，能够比较有长的时间去真实的去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，这样会比较好，而且这么长时间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。最意外的部分，这群人很可爱啊，就遇到了很多工作人员。在我以前的印象里边，就是我们这一行啊，就是可能会比较理工嘛，会比较直，会逻辑性会比较强。但是跟他们交流起来，他们身上的生活气息非常非常浓，而且性格也都非常可爱。
而且也非常非常愿意去教你。大家叫你张工的时候，是吧？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只是一个体验者，对他们那些王工也好，赛师傅也好，他们才是真实的一些技术人员，跟他们相处会更加接地气。他们是真实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在做一些事儿，然后他们干的那些事儿也可以让我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，反正就是脱离我现在的工作了已经。然后我也去捕鱼了，然后跟着各个工程师们去维修了。对啊，对，哎对，还有鸡婆，我都快忘了这一块了。重新审视生活的机会，因为你在片场可能平时看不到这些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就都是在镜头前嘛。能够走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了解到他们平时在干什么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接地气的一次体验。我当时跟王工那天晚上在聊天，他讲到一点非常触动我，他虽然每天干着重复的工作，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深压站给社会带来的价值，然后给这个风电场给能源转型带来的一些变化，他就觉得非常的自豪。我是为国家在做事儿的人，这一点非常触动我，让我去有反思说，如果我做演员这个行业，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事儿，或者说演一个什么角色，能够给我自己带来这种自豪感。对，这是我以后都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。好多感动的点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深压站看日出那一下，触景生情吧，太阳在慢慢升起，心中的那种能源转型梦也在慢慢的升起。我还没有完全看具体的片子，但是我自己的体验，在我拍摄过程当中，就是在做我自己，就是跟着他们去生活，跟着他们去工作，没有一些平时所谓在荧幕前的那些样子吧，都是一些真实的我们去干活的场景。你说作为演员，当然是角色了，角色是演员之本吧，对，还是希望通过角色来认识我，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因为我的角色喜欢上我来了解我本人的话，也希望不让大家失望。就是被看见还是被看懂这个问题。我比如说中医，其实在戏里边对于中医的专业知识很少，但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角色，这样的一部戏，让大家去了解到或者说关注到中医这个行业，其实就是一个被看见的过程。这次做的那个零碳未来这个项目也是一样。我没有非常深入的去告诉大家到底每个步骤是怎么做的，或者说每个步骤的意义是什么，每个步骤的细节是什么，但是至少通过这样一个宣传片，可以让大家知道，哦，原来能源转型包含这么多的东西，这样就够了。第八个了，这么快吗？第八个了。对。现在来看好像比较大的一个决定，但是当时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没那么大，当时更多的是兴奋，因为我喜欢接触新的事物，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跟学校里也不一样，跟自己的专业也不一样，能学的空间也很大，对我来说是非常期待的，没有想到非常重大。你现在如果在看以前自己刚刚演戏的自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现在自己比以前会有啊，会多少有些进步吧。这肯定进步很大。都是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。想说一句话，你选择的没错，加油，就是未来每一天都会很精彩。我不会犹豫，对，我想做就做了，我不会有幸好这两个字，可能会回忆我以前的一些经历，我只会说，哦，我未来还要这么做，我不会说幸好，不会去想以前做的这些事儿，如果没做会怎么样，不用纠结，就算结果是不好的，起码过程当中你也体会到了这件事儿是怎么样的吧，不会后悔的。所有经历都是经验，都是必得之路。也是说在一个对快节奏的环境下，然后保持住创作心态的关键的一点。是，没错，保持好心态，比什么都重要，也算是一种自信吧。认为自己在某条道路上面也一定能做出一点成绩出来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自信，就是只要我们中国的东西拿出来，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新奇、很特别，他们一定会有探究的欲望。细化到个人的话，还是不变的，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比如说戏里边，
只要有一点点的元素在里边，大家在看这个戏的过程中就会去想这到底是什么，探索过程去交给他们，咱们只要起到一个把这东西放上来，告诉他们有这个东西就行了。所谓的清简当当，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行业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想其他的一些突破。我遇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，说实话都很年轻，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有想法的人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去追求很多所谓的风口，他们而是在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工作，他们在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，他们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，其实就是在完成他自己的一份担当吧。每个行业都需要这样的人去做事，也需要这样的人去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。我会担心大家会不会就是看这片子会枯燥，或者说看这片子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懂。平时我在跟我自己的朋友聊天，比如说电啊、能源啊，或者我平时刷到一些视频，他们会听不懂，所以我真的会害怕说成片出来，大家会不会对这方面不太感兴趣，或者说真的是看完片之后都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其实最基础的还是能够希望有这么样的东西，能够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方面。就是你可能不一定能够确确实实了解它的每个步骤，但是至少你看见了，在你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你在处理垃圾分类，你在遇到一些风机，或者说从事这一行业的时候，就会想到，哦，原来我以前看到过这么一个东西，对能源转型或者说国家能源这一块有一点点的认知吧。就万一哪一天在未来这个种子发芽了，那也是一件好事儿。